接着上期视频，下半部分的话题会围绕国内和加拿大房地产市场具体运作方式的差异展开，比如房地产经纪人的收入结构差别，买房投资的可行性和楼花交易的差别，敬请期待。下一个问题，可以聊一下你现在的工作和你的公司吗？你是怎么样机缘巧合来到这个行业的？你喜欢吗？我知道你开了自己的房产公司啊，这家公司叫什么？然后怎么服务的范畴，你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那就谈谈自己是如何进入到这个行业吧。其实我是大学毕业之后就开始从事于房地产这个行业。那从那个会儿呢，一直到现在也一直都在做着这个房地产这方面的事儿。那最开始呢是在新房做了10多年，那做的是暗场管理，包括说项目总、项目经理。新房是一家公司的名字？不，新房呢就是新建的商品房，统称为新房。然后你是代表开发商的吗？对，是开发商，开发商那边的。OK， 在开发商是一直干了10多年，完了后来慢慢这个市场呢，就是在整个行业当中，你是新房在不断的是在建，那也有一天呢，这种地，尤其是在北京，那它是有一定的土储是有限的，那终究呢还是要进入到这种2级市场，就是所谓的中介市场，那也能更让你的专业有所提升。那在这种情况下，那就进入到了2级市场。那我的公司呢是在北京的亦庄，那服务的范畴呢也基本上北京城也全都能覆盖掉。那主做呢还是北京南城，那就所谓的北京市的东西中轴线以南，那我们也都是能覆盖到的。那现在就说说整个这个行业的收费标准。当然就是说在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可能像国外是有行业协会是有制定标准的，那么北京其实它也其实我们那边没有标准，我们那边是约定俗成，长期都是这样的，不会说行业告诉你说你必须收这么多钱，没有这个事儿。那在北京呢，其实也是这种现象吧，就是可能公司的品牌越大，它可能收费标准越高，但是大家的服务流程范畴都是一模一样的。那可能是说现在市场当中有收2.7的，那也会有像我们一样只收1.5的。那这个等于是你会先去找到房子，然后在你们这边挂着。好，那就涉及到了是说还是跟国外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城市当中呢，就是它不是政府行为，那还是相对来说市场的一个行为吧。那就举个例子，您有一个房子要卖，然后您到我们公司来报了，那同时呢，你可能报了很多家。那只是说这些家能看到这些房子，能帮你去卖。那么可能在区域外的有些人他就看不到这个房子，他也卖不了这个房子。那就像我们可能有一些附近的业主来我们这报房子，那我们就有一个优先权，就卖这个房子。那如果其他家卖了，也跟我们也没有任何关系的。就是他可以找多个人帮他卖。对。但是你不会是说一套房子所有人全都能看得见，这个也不存在。对，它没有中央的数据库。对，没有。然后最后买家的这个佣金，您说的2.7和1.5是由买方付的是吗？对，是由买方付的。但是现在就在今年吧，在上个月的时候，北京市呢也是提出了那卖方要付一部分，买方也要付一部分。买方呢可能是要承担1.7，那卖方呢可能就是承担1个点。当然这个政策呢现在还没有是说具体的全面实施，只是在部分的区域开始进行试点。当然这个东西也是说白了，背着抱着一边沉，那成本终究会嫁接到是说买房人身上，羊毛出在羊身上嘛。明白。小五哥公司的收费还是很优惠的，在大家如果对北京房子有需求，欢迎来这边找小五哥。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只有一个中介？买卖双方其实就是用了一个中介。对，在你买和卖的过程当中，它就是用了一个中介，它不是说多家中介进行合作的这种形式上。OK。加拿大所有房子会上一个中央的数据库，然后这个数据库不管你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所有的房源都会放到上面。所以对于买房者来讲，我感觉好像加拿大的数据库这个好像是更方便一点，毕竟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房子，你不需要一家一家公司去联系，它更透明。对，它是更透明。比如说多伦多的房子都放在一个叫 TREB 的房地产协会上，所有的房子呢，佣金是卖方付，和国内这个是不一样的，而且需要双经纪，基本上是有少数的是单经纪的，但是那种也需要签各种表格，说买方知晓我只用了一个经纪。绝大部分交易是双经纪，卖方经纪和买方经纪。
市场的总佣金呢是大约是5%，就是卖方要付5%，好高啊！确实是很高的。但是加拿大、美国都是这样的。不过多伦多房价比较高，卖方付的这个5%呢，要付买方经济2.5%，卖方经济2.5%。如果一个房源拿出来卖，那么卖方基本上只能找一个经纪人带他卖，但是他找多个经纪人没有收益，因为本来就是所有人都能看到。那么很多时候呢，卖方为了接这个生意，他一般会从2.5上给一个折扣，比如说给到1.5左右。但是买方经济这个2.5它是很难给折扣的，因为你如果只给2或者1.5的话，你知道别的买方经济他看到你这个生意给钱给的少，他就会带这个他可以想100万个理由带他的客户去看别的房子，因为那些房子他能赚到2.5，甚至有一些房子能赚3。所以我在加拿大卖我自己的房子的时候，我一般都会买方经济给3，多给一点，吸引更多的客户来。它市场是这么一个情况。下一个问题是，在北京每一个人或者每个家庭买房子能做几套房的贷款？那现在的环境下，你觉得如果大家以投资为目的贷款去买房出租，它是不是一个你觉得合适的有效的投资手段？好，那先明确第一个问题，你即使是北京户口，像咱们刚才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以家庭为单位，只能有2套。只能买2套，对，最多只能有2套。它和以前比如说煤老板过来一次买一栋楼的时代已经不一样了。你得需要资格，也就是购房门槛。那所以呢，你是有限度的，不是说你想无限买都能买得了的，它是有一个规章制度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现在在北京，如果是说你想买房投资的话，就不能看租金回报率了。那在北京买房租金回报率这个事儿就很扯，扯的点在于什么呢？就是可能一套房子，你这套房子500万，还是说以500万为例吧，就是其实500万在北京很难买到一个像样的房子，很难。那你这500万，你这个房子，你可能得出租40年到50年，可能有的都得达到60年，你才能把你这个成本能回收。那所以现在的它的租售比是很低的，你就不能指望着是说我买完这个房子，我能在20年它就能回收这个本钱，这事儿不现实也不可能。除非是什么？除非是北京市现在的一些商住产品，就比如说现在的林肯公园，那可能是说我这个房子，我在20年到22年、23年我就能完全回本，因为现在在北京市的这种公寓的，就是商办类的产品，它是总价低，租金高。像这种产品是可以的。那如果你真的想买房讲投资的话，你还得看长线。所谓的长线呢，就是你得长期持有，得吃它的一个溢价率。这个房子可能今年你花500万买的，可能5年之后这个房子就值了700万，甚至说800万。这个是你吃它的一个上涨红利。那靠租金回报率这个事儿，在北京来说它是比较扯的。明白。我也是分享一下在多伦多的情况。在加拿大，之前是每一个人可以最多贷款10套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一个家庭分开拆成夫妻2个人，一个人能贷10套，而且有的时候还可以，找一些这个规则上的一些漏洞吧，你可能一个人能买超过10套。不过最近呢，在今年把这个政策改成了一个人只能贷款5套了，不过这也是很高的一个数量，这也很高了。对，在加拿大呢，贷款买房子然后出租是一个非常成熟而且比较稳定的一个有效投资手段，可以说这也是很多华人都在做的一个投资，当然本地人比例也很高，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加拿大或者多伦多的房价是华人买房炒上去的，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本地人买的更狠，他们一栋一栋楼买，所以很多时候租售比它可能比国内要稍微理想一点，毕竟它租售同权，因为它租的这个需求很旺盛。比如说 downtown 就是市中心嘛，一套比如说60万的公寓，可能一个月能租2000块钱，那1年就是2万4，按这个算法的话，可能20年左右就能租回来，而且它这个租金其实是不断的上涨的。那回报率的话，年回报率得到5了。可能到不了5，因为没有算成本嘛，你毕竟要扣到一些成本。对，还要扣一些成本。对，它的成本相对来说会比国内会高一些，它的养护成本。对，它的物业管理费比较贵，物业管理费一般是每尺每个月7毛到8毛。比如说500尺的房子就是50平米，大约50平米，那它每个月需要350加币到400加币的这么一个管理费，那就相当于2000多人民币。
对，2000多人民币，所以是每个月。每个月，我相信这个数字在国内是看不到的，你知道吗？对，所以它毕竟加拿大人工确实是很贵，所以养护成本要高一些。不过确实是一种很有效的投资手段，因为很多时候你现在利息比较高嘛，你可能每个月的负现金流是负1000加币，但是租金平均每年在过去20多年是每年涨8%左右的，过去1年可能涨了20%左右，所以大概在5年左右吧，这个现金流就能打平甚至变正。所以在加拿大，很多人额外存一点钱，他会选择买点股票或者买点房子作为投资。我个人基本上是满仓在买房地产，我也在帮很多客户规划怎么样去买5套房、10套房。好，下一个问题是，中国目前人口变化趋势有一些和很多年前已经不一样了。最近的几年，它的人口上涨是有明显下降的，甚至去年好像是人口已经开始有一些下降了，出现负增长。对，负增长。那如果就是你对现在这个人口趋势是怎么看的？你觉得它会对房地产市场，比如说北京或者是全国的房地产市场产生哪一些影响？好，那首先呢，就是人口对于房价的是说涨跌这事儿有没有影响？有影响，只是分区域。咱们说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例子，非洲人口多不多？多，非洲人口非常多，太多了吧？对。那非洲的房价怎么样呢？它也是不怎么样，不怎么样吧？那所以其实房价跟于说你这个人口多少，它是不能完全是有相关嘛，但是有一定关联。那关联点在于什么？关联点就在于是说这个城市的集中的人口多与少。那就举个例子吧，那就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一线城市，当然还有现在有一些沿海的一些城市，它的房价没有受到是说人口负增长这件事的影响，甚至说它还在持续的在上涨。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这些城市它集合的资源是被人们所需要的。那只要是说像北京这类的城市，它的资源性不会发生改变，这个城市的属性不会发生改变，这个房价它就没有多大的影响，甚至于说以后的房价还会涨得更高更快。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它虹吸了周边的这些小的地方的一些人口进来。那现在可能需要吸纳的可就不是人了，需要吸纳的就是人才。那这些人才的进驻的话，相对来说他们的收入水平是在整个这个国家当中它是中等偏上的。那么就因为你的工资工资收入中等偏上，你的房价就不可能是说比其他城市跌或者是低，这事不现实也不可能。所以未来呢，像房价北京、上海、深圳这类的一线城市的房价，甚至于说有一些强2线的，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地级市的，它只要有强的产业支撑，有强大的资源属性，那这种城市的房价它不会往下走，甚至说还会继续往上走。明白。下一个问题是，最近听说到国内有一些预售房，在加拿大我们可能叫楼花，会出现这个烂尾的情况。我们有看到新闻啊，说甚至有一个人最近我看到新闻说买了4套房都烂尾了。这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首先呢，要是聊这个烂尾的事儿，就从什么时候开始说起啊？从3条红线。3条红线呢是对于房企的一个整合。那可能在过去，那一家企业它背负着负债率较高，那你现在去看暴雷的这些企业，都是这种企业负债率特别高的这些企业，它是通过是说我前期去通过银行去借款，借款之后我去买地，买地完之后我进行2次抵押，所有的基本上钱都是来自于银行的，可能自己就出了少部分钱而已。那这样的话，它就会造成是说以一个小的杠杆去撬动那个大的一个市场跟资产。那在就是3条红线出台之后，就致使的有一些房地产企业它就没有这样的运作空间，它需要拿出大量的自己的真金白银去投入到这里边去干实体，去干事儿。那可能会说对于一些企业来说，它会有一定的负担存在。那致使的说他自己没有那么多资金，甚至说没有是说一定的偿还能力。尤其是在市场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之后，人们对于说这种小的县城啊，或者说2、3线城市，它的认可度并不高，人口一旦在流出的时候，在当地的市场就没有办法进行支撑的时候，购买力就自然下降了，同时它的现金流也出现了问题，那自然而然的就会出现了这种类似于暴雷
烂尾这种情况存在。当然，在1年前就开始，我们国家已经开始提出保交楼的这一事项，在各个地方呢，也是在组织说地方的政府、地方的是说强有力的一些资金团队进行说这些楼盘的一些收购，或者说给它重新的一些上市，那保证的就是老百姓的一个个人利益。顺便介绍一下，就是国内的这个买预售房，它需要付多少首付，然后需要付多少贷款，那个开发商他能不能用这个钱，什么时候能用？好，那首先呢，当你这个房子能开始销售的时候，一定是开发商取得了预售许可证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呢，那你作为个人的购房者来说，你是需要最低缴纳的是35%的首付。当然，这是在北京，可能在一些其他城市可能会这个首付比例会更低一些，可能达到20%、30%，各个地方的规定也是不一样的。那就北京而言，北京现在最低首付在新房市场当中是最低35%，剩下的65%是跟银行去贷款的。那这个贷款呢也是有一定标准的，你交的这个首付是进入到了是一个资金监管账户啊，那开发商是用不了这笔钱的。那另外一笔钱呢，你贷款的这笔钱是当房子处于封顶阶段了，封顶你才能真正的放款，你才开始真正的去还贷款。相对来说安全系数还是好一些的，但是市场当中确实有一些灰色的就是可能会提前拿出这笔钱所以这个也是增大了一个风险性会高一些吧。那从这个建好了到交房中间一般会有多长时间？就是买家他会有买家他会有付贷款这个行为，但是却没有房子住，这个期间1年，一般是有至少是1年时间。1年。这边我也介绍一下加拿大的情况。加拿大呢一般，首先呢加拿大也有暴雷的，它最近有一些开发商就也是资不抵债，因为加拿大最近和美国一起加了一波很大的利息，很明显就从1个点、2个点的这个贷款利息加到了6点多。那开发商的这个风险比普通的买房人要大嘛？你普通买房人这个房子风险没多大，他开发的风险会大，他有一些人需要借到8到12个点1年的利息去建房，所以就有一些开发商被急死了，对吧？现金流一下就垮了。在加拿大买房呢，买预售房就是楼花，一般只需要付10到20的首付，这个钱是放在第三方那边的，有点像你把钱付给了淘宝，淘宝先持有，开发商是不能碰这个钱的，开发商需要用自己的钱去盖，去买地去盖。但是呢，他自己的这个钱在卖掉一定比例之后，会有银行借建筑贷款给他。所以通常开发商大概准备15%到20%整个项目的钱就够了。甚至有一些开发商呢，他会和有地皮的这个房东合作，他只出车马，就是来盖这个房子，然后用房东的那个地皮去做抵押，那他几乎是不用出钱。然后呢，额外的这些钱，从银行这边借过来的，开发商要记利息，记好了以后全建好了，好，那么买家这个时候才去申请贷款。这个时候才把之前付的这个第三方淘宝监管的这个账户给到开发商，产权给到你。所以这方面呢，它是不会存在一个1年的时间说我需要提前贷好了款交这个利息，然后没有房子的。也不会出现说我一般要交着贷款我可能还要租个房子的情况。这点可能是我觉得可能体系是稍微更成熟一点的。同时呢，如果爆了雷，那么对于公寓，也就是高层住宅，他这个钱是第三方存着的，基本上可以全额退还给你的。你最多就是损失了几年的增值，当然很多时候损失几年的增值也是很心疼的，对吧？多伦多前几年房价涨得挺快。如果是低层住宅，就是别墅、独立屋、半独立屋、联排别墅这样的物业类型，它属于另外一种产权。这个时候呢，某种意义上讲，开发商他是可以用你这个钱，它和公寓的规则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预售房的风险其实是更大的，在加拿大。所以我也经常跟频道里面的粉丝朋友们讲说，买预售房嘛，一定要买最大开发商的房子，开发商要足够硬，然后首付比例低，然后这个便宜，就是这可能是买预售房的在加拿大的这么一个规则。下一个问题啊，谈钱不伤感情啊，我们聊聊这个，我这频道很真实，你知道吗？我跟我的频道的粉丝朋友们沟通也是很真实的。你包括我经常在频道里分享我买了哪些房子，甚至我去年做了多少单生意，我都告诉别人。我也想问一下这个，当然你已经谈到收费标准了，想问一下小武哥，在北京的房产公司，比如说你收的那个2.7或者那个1.5，公司和经纪人一般会怎么分成？
然后比如说公司和经纪人一般的收入情况，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大致一个区间。如果觉得太隐私了，咱们就跳过这个话题。这个没什么可避讳的啊，就是公司和公司是不一样的，公司内部的制度也不太一样的。公司内部呢，可能就像国外的房地产一样，就是我更多的提供是一个平台。对，那这个平台上呢，大家是赚自己的佣金，而不是提供的是底薪。那如果不发底薪的情况下，可能经纪人拿到的是要绝大部分的，可能到70%，甚至说高的可能到80%。那如果要底薪的话，它也是分为不同阶段嘛。那你可能是说这个月做的多，你跳点就跳得多，可能拿到了50%，甚至说60%，啊，就这种情况啊。那一般底薪会是大概底薪的话，就是能保证4500到5000，然后再加50%的分成。对，哦，还是不错的，起码4500到5000，不能说在北京生活的很好，但也算有一个保障。对，有一个保障。加拿大呢，不存在底薪，就我很少见到底薪，或者说有一些发底薪的房地产公司，基本最后都破产了，就是它这个模式不运行，不 work。大部分的这个佣金，无论你是买家的2.5，刚才我提到的总佣金的2.5，还是卖方的1到2.5，因为卖方有的时候会给一些折扣，那么大部分经纪人是可以自己拿到的，但是经纪人也需要付很多成本，一般在加拿大你起码要买辆车。你要做一些广告，这些费用都是经纪人自己承担的，所以它跟公司的分成稍微高一点。我的公司属于比较大的公司，也比较贵，大概是公司会拿10%，稍微多一点点。如果是比较小的公司可能只能拿，比如说5%到7%这么一个区间，剩下的部分是分给经纪人。下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在北京，如果我有一套房子，我能不能拿它去银行做抵押贷款，能贷出来这个房价的多少？这个当然是能啊。首先啊，那个在北京来说，尤其是在国内来说，房子还是具备一定金融属性的。那作为是说一个锚点吧，银行还是比较认的。像现在你去银行去做贷款的话，你是需要有一定的质押物。这个质押物呢，可能是说房子，可能是说车子，这些是说你的固定资产，私人的固定资产才是银行所认可的。明白。那么作为是说房子，它是其中一个金融属性，银行是可以接受它作为贷款的一个质押物的。那这个抵押呢，那现在来说还是利率比较低的，可能到达是现在3.2几、3.4几。这种是叫，因为你企业经营如果需要贷款的话，你可以作为房子，你可以做什么？作为个人抵押经营贷款。它是几个主体嘛，一个是个人，一个是公司，再一个是说你的房子。就这3个东西，你就能组成一笔正常一个良性贷款。然后只需要3点几的利息，3点几啊，那能贷这个房价估值的多少？70%吧。70%，还不错。对，这个算是可以的，因为它毕竟有一个限度嘛，它是有自己一个弹性空间的嘛。对，这个我也可以聊一下加拿大的情况。在加拿大呢，很多时候首付只需要20%，所以你可以贷款80%。前2年利息低啊，现在利息可能都到5到6这么一个程度了。但是你的贷款其实能贷到80%。比如说而且你这个房价增值可以继续贷，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你买了1-2套之后再往后买比较容易，因为假设你的房子从60万涨到80万，那么增值的这部分你再贷，比如说80%出来，借个16万出来，你差不多又够首付再买一套。所以很多我的客户他可以1套房1生2 2生3 3生万物，就这么来的。但是它也是有一个限制嘛，毕竟现在利息比较高，所以租售比没有那么好了，相信大家也不敢都顶格借到80%。不过整体上讲，在加拿大房地产是一个高杠杆的一个运行模式，但是它的租金也整体还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在加拿大它不是在抵押，也不是说我需要用企业经营，我就是对着这个房子对着我的收入去借这么一个钱，那你再拿出钱来你干什么他也不管。对，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北京不一样，北京现在是在做去杠杆。你这个钱拿出来只能做企业经营，对吧？你不能做别的。对，明白。那在加拿大他是不管的，你拿出来你去赌场他也不管，只要你有偿还能力就可以。对，只要你有抵押物，你有偿还能力就可以。好，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小五哥的时间，太客气了，非常非常感谢你的分享。频道的粉丝朋友们，如果有任何问题呢，也欢迎下方留言区告诉我，我会进一步跟小五哥进行沟通，然后在后续给大家进行解答，好吧？任何朋友们有在北京有房子上的需求，欢迎找京城的小五哥。也为了感谢小五哥时间和他的真诚分享，我前两天去淄博，在八大局画了个扇子，这边送给小五哥做个纪念，好吧？感谢，谢谢，谢谢，对，还挺好看的。这边是竹子，也祝小五哥在北京的事业节节高。好寓意，真的挺棒，谢谢。对，好。